我是槟城草艺馆的馆长吴慧玲，我的家人呢经营这个铁枝木偶剧团，我自己本身在2014年的时候，在这个槟城的 Armenian Street 成立了草艺馆。自从2020年 COVID-19 的爆发之后呢，我们草艺馆呢就面临了很多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旅游区，我们是在旅游区嘛，所以我们主要的收入呢就是靠这个游客可以进来馆这边参观来这边体验这个传统的戏曲文化还是一些团体，即使是本地外州的这些游客他们会来这边体验搞一些活动，所以我们这些所有的收入呢都是停止了，这个是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然后我们草艺馆呢本身有几个课程，我们有这个草曲课、身段课、大锣鼓课，还有潮州的铁枝木偶课，这些呢都在疫情的时候呢就停止了所有的学习。本来呢，我们有很多的表演的计划我们有 blend 跟不同的艺术家的合作，就是好像有创新的潮州铁枝木偶戏我们有年尾的学生展演我们有去出国参加不同的艺术节的表演，都受邀出国的。但是因为疫情的来临呢，导致我们都不能正常的出去外面表演，所以这些所有的 project 呢，都因为这样而延迟了。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不能如常的面对面上课，但是我们希望通过新常态呢，去用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把所有的课程呢，把它搬去线上。我们会通过线上的 apps比如 Zoom 这些 apps 呢，跟学生来一个线上的教课，这样。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虽然我们面临的也是有很多问题，因为在上课的时候，可能一些学生他们比较有年纪的，他们不知道要怎样利用那个就是线上的平台来听课，因为我们在教课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唱我们的动作都是面对面，老师可以调整。可以实体的调整和示范给他听，但是线上可能是一个距离，然后也是网速，可能有时候会卡这些东西都面临了很多问题。前时间的时候，学生都不是很习惯，但是后来呢，我们慢慢的去调节、去适应，也找到一个方法，所以现在大家呢会比较也可以适应了，然后也接受了这个方法。虽然不是180%的可以完全正常的生活，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呢，让我们的这个就是不能停止下来，因为学习是不能停止的。画一个圆圈 ，OK， 带着你的肘上来，然后不要掉这个时候不要掉，你看我的 blender 不要掉然后再回来，翘起来，有力的里面是有力的。这个手指呢，就是我们在要比东西，好像要指东西，你看那边也是一样的，翘起来，所有的手指要翘起来。大家好，我是槟城金玉楼村潮州木偶剧团的团长吴立达。
因为这2年我们遇到这个疫情的关系，影响非常的大。因为我们的剧团呢，通常都是在庙宇户外演出，那受到疫情影响的关系，几乎90%的地方庙宇都不开放，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演出，所以逼得我们这些艺人呢，通常都非得要转型。像我本身就尝试了去卖榴莲啊，网卖榴莲啊，接触一些保险业啊，卖一些零食啊之类的希望说可以赚取一些收入维持生计。迫于在新常态的意识下，我们也希望尽量的去接受，然后去改变，尝试一些其他的行业，或者是像今天我们来到这边蛇庙这边就小型的贺寿，就是5个员工都是完成了疫苗之后的5个员工，然后在这边跟神明贺寿，就短短1个小时，赚取一些收入。我今年72岁，名杜查某，我家走行名吴慧玲，05。我无某遐就真两年无走路，当时嘛是安尼较苦过咯，无病嘛，就是爱动咯，动甲会做甲来拍算啊，无病嘛，嘛较苦动。到电话带我卖物件有，我就人甲伊收淡薄。头尾啦，做当是赔啦，淡薄个啥？我会走行开一间内厅大冰冷冰箱，这种是暂时袂做啦，袂做啊，是袂好啦。有淡薄生意，了我就老人加减甲伊师傅咯，伊卖地酒食嘛，我就甲伊卖，甲伊做淡薄碗啦，头尾做淡薄菜啊啥。了伊若爱做地酒食，我就甲伊卖，别项卖啦，卖。直投降哦，我会晓做啊，直投降。这两年实在是艰苦，无累入息，经济项无通做，是艰苦。互我打到阮艰苦诶，这2个20，比较阮以前是袂艰苦啦。无咱就讲艰苦，艰苦嘛是安尼过诶。咱迄当时拄遐艰苦，咱嘛是安尼较苦过，食糜。打猪歹听，糜加加，也是安尼食过。艰苦就爱骨力去拼咯，无通做这项做别项啦，就爱长嘛，人就爱活个嘛，头脑活个嘛，了踮甲个囝打，恁这个艰苦，恁即个还袂食着苦哦，还是有点好食哦，阮就有影苦，咱会伫就哪办？花就无白日红个嘛，人会好，人会歹嘛，人嘛是病哦，了就过了，咱。较苦弄咯，弄来行情好，咱搁再做，咱嘛做长咯，袂做咱就去找别人谈啦，无病嘛，是遐生咯，无病诶。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袁宏居，今年27岁，目前是一名老师。茶艺馆的
课程呢，我参加的是有潮曲唱念课啊，潮曲身段课，还有潮剧的大锣鼓，也有潮剧的铁枝木偶课。其实呢，网课本身它就是一个困难，但是在这个疫情之下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这个困难是有，当然呢也面对了很多问题，在上网课的时候，尤其是有很多的局限啊，空间的局限啊，沟通上面的局限等等。OK， 老师不能够手把手亲自的教我们，有些动作呢，我们也只是学一个框架，暂时先学一些动作的框架。然后到时候如果有机会上实体课的话，可能老师就要重新再帮我们再调节过。要说适应嘛，其实适应新的一样东西，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这个疫情之下呢，的确网课只有是唯一的办法 ，OK， 而不能进行实体课，所以网课呢是唯一能够解决这个办法。所以不能够适应呢，久了也慢慢的习惯，慢慢的去适应它，然后。有了这个，也有这个网课的方便呢，也能让我们把这个潮剧艺术文化继续传承下去，不能让它因为疫情而停止下来。我们应该用其他的方法，其他更好的方案来解决这个上课的问题呀，还是什么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都要去解决它，以便我们的这个艺术文化不能没有在原地踏步，而是能够通过这个网课的方式，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其实，在疫情这1-2年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很辛苦，但是在社会上呢，其实也有得到很多的帮助，比如我们的槟城的州政府的 BTEC 啦，它有这个艺文的援助计划啦，我们都有参与啦，然后我们也有 GTWHI 的帮助这个传统的老行业啦，我们也有 KL 的原生基金会他们的就是这个也是援助计划啦，然后也参与了这个吉安他们的这个乡音戏台，所以这些年来呢，这1-2年来呢，我们都有得到这个社会上的很多温暖的辅助但是这个都是一次性的，然后我们怎样才能这么长的一条路，我们应该要怎样去一直去维持我们的生活呢？所以这个都是在我们一直在思考，在这1-2年里面，我们都没有停止的去学习、去创作，然后我们也继续把它变成线上开会然后可以没有 MCO 的时候，我们都会来管来去制作木偶然后到后期的时候，一些 project 我们都有一直在走，但是来到差不多。这个去年10月的时候，我就开始整理了我们潮艺馆后面的这个空间以前本来这边后面这个空间呢是一个 store 来的，然后我就计划的想要把它变成一个 cafe 因为什么我会想要把它变成 cafe 呢？因为其实 cafe 这个想法，在一开始2014年搞潮艺馆的时候，它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 planning 来的，但是因为这个7年来因为我都需要做很多 project表演很多东西要去做，所以就没有时间去处理。然后刚好这个疫情也让我有了时间去计划，应该要把后面这个空间把它做起来。民以食为天嘛，所以所有东西有的行业都停止了，但是吃大家都需要的，所以我们就想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梨园做起来，然后通过梨园。通过这个 cafe 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持续性的收入，这样，所以我们就利用了3个月的时间，然后就跟我的朋友一起把这个空间弄起来，然后我们也研究食谱啦，我们要卖什么啦，什么主题啦，这些所有的东西，我们就通过3个月去完成，然后到2021年1月本来要开张，但是又是遇到 MCO。好像是第3期，然后我们又在被 lock down 了，不能开张，所以我们就第一开始呢，我们先在线上卖外卖所以我们是卖外卖，然后到最后2月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张了，所以那时候又可以堂食，所以
其实还不错的，可以那个收入还 OK， 也可以大家这个。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的这些artist啊，好像我的家人啊，或者是我的员工啊，他们也可以在 cafe 这边得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啦。OK， 其实我的 cafe 的名字叫梨园，所以其实有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什么是梨园，为什么要叫梨园 ？OK， 其实梨园这个词啊。它是代表我们的就是这个戏班，所有的做戏的人，包括乐师啊、演员呐这个行业的人呢，我们都称自己为梨园子弟呀。所以梨园这个字呢，其实是来自于唐朝，我们的唐玄宗我们的祖师爷戏祖师爷呀，他自己在当时的时候，在他的皇宫里面呢，就是设立了一个机构叫梨园，都是在培训所有表演的人所有的表演者包括乐师，所以我们的出生的点我们叫梨园，出生的地方我们叫梨园。第一就是 cafe 就是有卖美食啦，它的美食也是关系到我们的戏班子的，就是关系到戏班卡，好像我们去到戏台旁看到那些美食，比如有我们的西锅汤有我们的那个那个藕瓜馍呀，有九湖英菜呀，这些在属于戏棚旁边的美食然后有我们潮州的这个糕点，潮州人的糕点，因为我们是演潮剧的嘛呀。然后在这个西北咖的美食，你在享用西北咖的美食的时候呢，我们也有同时有一个区域是有表演的。我们希望通过 cafe 这种新的一种方式、一种形态去吸引新一代，他们可以来欣赏美食、欣赏咖啡，我们也是有卖咖啡啦然后中西结合啦。然后在欣赏这种美食的时候，他们可以欣赏到我们的传统的戏曲文化然后我们的表演呢，有比较小型的它有小型的表演有小型的讲解啦，有弹唱啦。我们的最初的方案就是这样，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吸引不同的群众。疫情确实打扰了我们很多的正常的生活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必须要坚持的往前走，还是要 go on 不可以停止，它还是有一条路可以让你继续走下去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坚持和正面和正能量的去面对好像我本身我有很多 project， 虽然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可以表演嘛，但是我们还是坚持的去创作，坚持的去做木偶制作木偶我们都是坚持的，还是 go on 继续去做我们一定会等到有一天它真的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邊度邊，花個寶寶，邊度而家？